告诉歌者，我来了。这黑影轻轻念出了镜子上的字，浑身泛起了寒意。如果海伦娜在这里，就会认出来这个家伙名叫奥布里，是坐在经济舱中间位置的一名旅客。资料上写他经营钢材贸易，此次去德弗兰西岛短暂度假1周。黑水公司和 CIA 的特工们接连进行了2轮审查，都没有发现此人的不对劲。奥布里拍下了镜子的照片，然后发了出去。紧接着他的手机上便收到了一条信息：清除痕迹，离开这儿，立刻。这条信息也是类似于闪信一样，退出来之后便消失不见了，月后即焚。这奥布里看到消息，把镜子上的字擦干净，便准备离开。可他刚刚打开门，却发现荷枪实弹的特工已经站在门口了。海伦娜微笑着说道：无忌说过临走前要送我一个礼物，果然我很惊喜。奥布里叹了一声，不愧是暗影天王，算无一策。他其实在飞机上悄然观察了苏无忌一路，当时只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海伦娜说道：他还告诉我，你应该是雷蒙情报局的调查官，实力在 C 级与 B 级之间。他太厉害了。奥布里老老实实地伸出了双手。我愿赌服输。海伦娜给他戴上了手铐，随后问道：歌者已经在德弗兰西岛了吗？奥布里说道：我只是 B 级调查官，以我的级别，不可能知道歌者大人的行踪。海伦娜呵呵冷笑：歌者既然要拖住暗影天王几天，就说明他要在那座岛上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奥布里没有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他话锋一转：对了，你们就算是抓住了我，也不能重判我，因为那2名警卫不是我杀的，我只是负责切断机场供电，并且遥控引爆了几个提前布置好的烟幕弹，仅此而已。海伦娜说道：你的其他同伙呢？奥布里说道：全部归歌者大人指挥，每人都和他善线联系，我并不认识。海伦娜目光如炬：能一招之下便杀死我2名手下，此人的实力起码是 A 级调查官了吧？奥布里说道：歌者大人的安排我无权过问，但我知道你们对上歌者大人只有死路一条。现在看来，真正能和他对决的只有暗影天王。海伦娜冷笑连连：你虽然什么都不说，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飞行，这架私人飞机眼看着就要降落德弗兰西岛了。细软的白沙滩，碧蓝见底的海水已经映入了眼帘。穿着 JK 裙子的小上人眸光轻动，明显有些紧张了。苏无忌见状，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放心，我在呢，谁敢惹你，我弄死他。中崎奈美重重点头，不禁觉得底气足了不少。下了飞机之后，浓郁的热带风情已是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兴高采烈的游客们，到处都是各大品牌的豪华度假酒店。这些年来，德弗兰西岛已经成为了开发成熟的度假胜地了，日均的游客数量都在35000人以上。这一片群岛的面积不小，原住民有50多万，分为了3个民族。斯密安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剩下2个则是瓦尔纳族以及罗佩塞族。多年以前，这座岛曾爆发内乱，斯密安族的族长克林姆想要把整座岛变成极端封闭的自治王国，后来宣告失败，改由另外2个民族组成联合政府，联合国也承认了该国政府的合法性。斯密安族
便从那时候起失去了执政资格，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明明以前是人口最多、势力最大的民族，现在却沦为了所谓的下等人，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而另外2个民族则是已经有了要变成高种姓和婆罗门的趋势了。由于米国距离德弗兰西相对较近，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特工经常来这座岛上度假，这些年来德弗兰西岛的自治政府竟是渐渐有了米国的影子。从机场出来，中崎奈美便带着苏无忌前往一家4星级酒店。在遍地都是5星级的德芙兰西岛，4星酒店就显得不是那么显眼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除此之外还有2间5星级度假酒店以及6家餐厅。中崎奈美说道。虽然每年有米国的资助，但那些资金都用来搞事了，以至于我们在德弗兰西岛的产业一直没有扩大。你们流派里面没有一个有脑子的，给再多的钱也是白搭。苏无忌想着东洋的早餐店，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道。再说了，那些从米国手里挣来的钱，真的全部用在甲贺流的发展上了吗？听了这句话，中崎奈美一怔，陷入了沉默。到了酒店之后，苏无忌并没有正常到前台办理入住，而是被中崎奈美带到了他的专属房间。这是这间酒店为数不多的套房了。咱们俩就住一起。中崎奈美说道。你先睡个觉，我去向门主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说着，他就要换掉身上的 JK 裙。反正里面还有贴身衣物，小上人也完全没想着要避开身边的男人。只是苏无忌却伸手拦住了他。先等等。说着，他从包里取出来了一个类似老式小屏手机一样的小设备，对着房间里扫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立刻出现了7、8个红点。天啊！中崎奈美捂着嘴巴，差点惊呼出声。他也不傻，立刻意识到苏无忌手里的是一台扫描摄像头和窃听器的设备。苏无忌很快把每一个摄像头和窃听器都取出来了，甚至连卫生间的插座和排气扇里都找到了2个。混蛋！中崎奈美咬着牙，眼眶都已经红了。这是他的专属房间，平日里从来不会让游客入住。显然，这摄像头就是内部人安装的。苏无忌看了看那些设备型号，说道：有2个是新型号，应该是这次新安装的，其他都是老型号，已经没电了，安装时间应该很早了，起码被市场淘汰了3年以上，市面上都买不着。也就是说，中崎奈美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监控了。我杀了他们。他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浓郁的杀气，但是比这杀气更强烈的则是无边的委屈。自己为了整个甲贺流尽心尽力，可是遭到的却是这般对待。他那么强大，是整个流派的顶梁柱，但每一天都在被提防着。还好你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华夏和东洋两边跑。苏无忌说道。回到这里住的时间并不多啊。为了避免自己甲贺流的身份被揭穿，中崎奈美每年顶多回来几天，对外就是说来德弗兰西岛度假，或是拍摄写真之类的理由。而且回来之后，由于所谓的明星身份，他都会选择住在著名5星级酒店的海景房，极少会在这个大本营的套房里过夜。可恶，我好想杀了他们啊！中崎奈美委屈极了，趴在苏无忌的怀里，哭得都要站不住了。这个姑娘实力达到了上忍级别，可是心性还是个少女。如果不是发现了这些摄像头，她也不会知道流派高层们对自己的提防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
苏无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让他放肆地哭着，并没有出声安慰。哭了好几分钟，钟琪奈美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幸亏你陪我来了，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苏无忌只能说道。换个角度想，我要是不陪你来，你还不知道房间里有摄像头和窃听器，也就不会那么难受呢。一想到自己以前可能都被看光了，我就更难受了。钟琪奈美抹了一把眼泪。能找到这些设备的录像都发送到谁的手里了吗？苏无忌看了看面前这少女的脸，用手指轻轻擦拭对方的泪痕。找到与找不到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不管看没看到，这些监控设备出现在这房间里，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若是没有经过所谓的门主的同意，贾鹤流敢这么对待自己的上人，就特么的离谱。钟琪奈美明白了苏无忌的意思，她攥了攥拳头。我知道了，你说的对，具体是谁干的真的不重要了。但是她眼睛里的伤心和委屈还是非常强烈。一群目光短浅的蠢货。苏无忌冷声说道。放心，用不了多久咱们就把他们的眼珠子挖出来。而这时候敲门声响起来了。谁干什么的？钟琪奈美回了一句杀气凛冽的话。一道女人的声音响起。钟琪小姐，门主人在外地，得知你回来了，非常开心。他已经安排其他高层设宴为你接风，大人们都已经在花园等着你了。苏无忌闻言，对钟琪奈美使了个眼神，后者会意打开了房门，说道：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要带我的朋友一起去。站在门外的是个穿着酒店制服的中年女人，胸口的牌子写明她的职位是大堂经理。这不方便吧？出席的都是门派高层，钟琪小姐，你要带一个外人出席，很不合适。他说道。啪！他的话才刚刚说完，脸上就重重挨了一耳光。这是苏无忌打的，这一巴掌直接把这大堂经理抽翻在了地上。他的脸颊瞬间红肿，鲜血已经从嘴角流了出来。苏无忌冷冷说道：钟琪奈美是门派上人，有你替他做决定的份。连一个小小的大堂经理都欺负到钟琪奈美的头上了，苏无忌实在看不过去。混蛋，你敢打我！这个大堂经理被抽得愣了10几秒钟，随后爬起来，捂着脸，面目狰狞地喊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副门主冈本良太的女人，你这么做就是在打他的脸。之前这个冈本良太还打电话怒斥钟琪奈美，说他擅自行动，极大地违背了整个甲贺流的利益，让他立刻回德弗兰西岛受罚。此时又说门主设下了接风宴，要欢迎钟琪奈美归来，想都不用想，那肯定是一场鸿门宴。苏无忌一把揪起了这个女人的领子，冷冷一笑：没错，我不仅要打他的脸，说不定还要杀了他呢。随后他一拳轰出，重重地砸在了这女人的脸上，鼻梁骨瞬间爆碎，面部直接骨折。这女人感觉到自己的眼珠子差点被这一拳震得飞出去了。苏无忌揪着她的头发，重重地撞向了走廊墙壁。砰砰砰，接连3下，一下比一下重。撞完了之后，这女人已是满头满脸的鲜血，估计颅骨已经四处开裂，还能不能醒得过来都得看天意了。走廊尽头还有好几个服务员正心惊肉跳地看着此景。苏无忌把这女人随手一丢，对那些服务员说道：告诉你们的门主，今天钟琪奈美要带着她男人一起去吃饭，谁敢阻拦，这就是下场。那些服务员立刻四散而逃。苏无忌随后看向钟琪奈美，
后者的眼睛亮晶晶的，蕴藏着难以言说的感动。没有你，我肯定不会这么做。这个女人叫土井惠美，是冈本良太的情妇，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好，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反抗。中崎奈美双手握住了苏无忌的手。谢谢你，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苏无忌揉了揉对方的脑袋。少说废话，咱们去赴宴。顿了顿，他补充道。带着刀去。这间酒店的入住率并不算高。中崎奈美带着苏无忌一路来到了地下1层，从这儿通过一个通道到达了酒店隔壁的院子。这隔壁像是个私人住宅，占地面积大概4、5亩的样子。而在院子中央有着一条长桌，各式菜肴已经摆满了桌子，10几个中年男人就坐在桌子边，大部分人都是面色铁青。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中崎奈美还不到，真是不把我们这群老家伙放在眼里了。她带来的那个男朋友把土井惠美打得满脸是血，这就是在给我们下马威。中崎奈美明知道土井惠美是冈本副门主的女人，她偏偏还这么做，完全是不把副门主放在眼里。长桌首端的位置空着，下令设宴迎接中崎奈美的那位甲贺流现任门主说自己人在外地，并未到场。而在桌子右边的第一个位置坐着的是一个黑着脸的中年男人，他的个头不高，留着光头，嘴唇上蓄着一字胡，这就是副门主冈本良太。这个中崎奈美越来越不像话了。冈本良太沉声说道。距离我勒令他赶回来认罪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了，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越长大越不服管了。另外一位副门主重重地一拍桌子。他叫永田二郎，和冈本良太一样，两人的实力皆是上忍，而且真的硬碰硬的话，战斗力应该在中崎奈美之上。其实这些年来，他们没少对中崎奈美进行服从性测试，否则也不会让小上人养成现在这样的性格。而这时候，花园大门打开了，苏无忌带着中崎奈美走了进来。小上忍穿着忍者服，玲珑娇躯被紧紧包裹，他没戴面罩和头套，俏脸冷冷，身后背着一把武士长刀。周围的服务生皆是用带着敌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两人。苏无忌的目光从这些服务生的脸上扫过，咧嘴一笑，有点意思，今天要捅了忍者的窝了。中崎奈美尽管已经下定了决心，可看到那么多长辈们对自己露出了凶狠的眼神，她的心里还是本能的不是滋味，下意识地拉住了苏无忌的手。毕竟她少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座岛上度过的，那些门派里的长辈们对她在表面上也是和蔼可亲，现在忽然换回了本来的面目，中崎奈美确实需要适应的时间。别怕，苏无忌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谁敢说你坏话，我就切了谁的舌头。中崎奈美重重点头，随后抬起眼帘，目光迎向了副门主冈本良太。给我过来！冈本良太重重地一拍桌子。中崎奈美走了过去，发现除了门主的椅子是空着的之外，桌上并没有其他的空座了。他万里迢迢地从东亚飞过来，而这所谓的接风宴居然连他的座位都没有。苏无忌见状差点被气笑了，这群人的目光短浅至此，逼着一名实力强悍的上忍造反，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中崎奈美忍住鼻头发酸的感觉，咬了咬嘴唇，问道：
各位叔叔，你们请我吃饭，却不给我位置，我站着吃。先前发生的一名高层冷冷说道：本来是有你的位置的，但是我们听说你殴打了土井惠美，便把你的位置撤了。今天你就给我站着吃饭。在场的2位副门主都是上人，这个高层完全无惧中齐奈美会向他出手。苏无忌闻言，眼神一冷，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啊？这名高层冷笑：呵呵，小白脸，我近藤厚也的名字也是你有资格知道的。苏无忌扶了扶太阳穴，傻逼！他走到了这名高层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不喜欢站着吃饭，中崎奈美也不喜欢，不如你让个位置。近藤厚也刚想要出声回答，可这时候他却发现自己的脑袋被人从后面上下扣住了。苏无忌双手一错，咔嚓，这近藤厚也直接被拧断了脖子，脑袋重重地磕在了餐桌上，当场击杀。他的实力也是中忍了，被苏无忌这样攻击，连还手都没做到。苏无忌开场就杀人，这让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就连那2位副门主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就杀了。苏无忌一脚把近藤厚也的尸体从椅子上踹了下去，随后拉开椅子，把中崎奈美拉过来，双手扶着他的肩膀，说道：你就坐这里。小上人立刻坐下来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明显情绪有些奔涌。在苏无忌出手之后，中崎奈美忽然觉得翻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苏无忌刚刚使出来的分井错骨手，让中崎奈美觉得心里非常爽。混账，敢杀我们的人！冈本良太重重一拍桌子，眼神恨不得把苏无忌吃了。他虽然是上人，但并没有立即出手，似乎有些忌惮中崎奈美。另外一位副门主永田二郎也是狠狠一拍桌子：你知不知道这里是甲贺流的大本营？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忍者？苏无忌没搭理他们，而是看向了身边的一名流派高层，呵呵一笑：我想坐下，还缺一个位置，你让不让？这名流派高层打了个哆嗦，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怂了，但是嘴上还想硬气2句。你搞清楚，这里是甲贺流的大本营，你居然敢公然杀人，简直该死！这家伙说着，却发现自己的腮帮子忽然被人捏住了，对方的手犹如铁钳一样，他的嘴巴就算是想要闭上，都完全做不到。苏无忌一只手捏着他的脸，另外一只手拿起桌上的刀叉，直接顺着嘴巴捅了进去。一把餐刀，一把叉子，全部穿透了这家伙的舌头，然后深深地插进了嗓子眼里。哦，这个高层倒在地上，捂着喉咙，鲜血混合着口水，不断从嘴巴里涌出来，明显极为痛苦。苏无忌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让你们让座一个个这么磨叽，早点让开，何至于受这样的罪呢？餐桌之上再度一片死寂。苏无忌笑眯眯地把餐巾垫在盘子下面，对一旁的小上人说道：我可说话算数，今天谁敢为难你，我割了他的舌头。中崎奈美的眼眶已然有些红了。从小到大，他一直在打压中成长，从来没有人这么为他撑过腰。看着此景，冈本良太再也忍不住了，他吼道：加贺暗卫，给我把这个华夏人拿下！嗖嗖嗖，10几道身影飞跃而来，落在了餐桌周围，他们的手中全部握着长刀，对着苏无忌虎视眈眈。
而中崎奈美则是重重一拍桌子，说道：谁敢动他，就是我中崎奈美一生的敌人，不死不休。这些所谓的暗卫，基本上都是中崎奈美的师兄们，自然知道这个小师妹有多难惹，他们可不想因此事而招惹到一名上忍的记恨，一时间也迟疑了。苏无忌慢悠悠地说道：你们这甲贺流的待客之道实在是不太行啊！既然你们不让我吃饭，那么今天所有人都别吃了。下一秒，他的双臂一抬，直接把桌子掀了。长桌上的所有盘碗碟子全部朝着对面高层的身上飞去。混账！混账！永田二郎怒吼一声，往后退了好几米，避免被那些汤汤水水溅到身上。他的双脚刚刚站定，便是直接从腰间拔出了长刀。可是下一秒，凌厉的紫色剑芒如电而生，骤然穿透了还未落地的盘盘碗碗，直接在永田二郎的胸口上剖开了一个大口子。其实今天赴宴的甲贺流的高层们有好几个都是随身带刀的，他们对中崎奈美并不放心，如果在进行服从性测试的时候对方胆敢反抗，那么他们就会直接动手。中崎奈美一直想要带领整个甲贺流重返东洋，取领风祖和甲斐穗风流的地位而代之，但他并未意识到的是，这所谓的宏伟目标已经渐渐地变成了他的一厢情愿了。甲贺流的其他高层们并没有做着重新称霸东洋的梦，他们根本不在意中崎奈美的一腔孤勇，更想的是偏安一隅，使劲捞钱。后边有着米国的资助，前边有着小上忍在累死累活的冲锋，而这些高层们每天在太平洋的海岛上享受着阳光沙滩和比基尼美女，把流派复兴的经费大笔装进自己的腰包，岂不美哉悠哉？冒着生命危险去回归东洋本土，根本没这个必要。当然，他们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心态明说，继续维持目前的状态，就挺好。可是，中崎奈美在前一段时间试图脱离米国的控制，完全倒向了华夏，寻找到了新的靠山，加快了流派回归东洋的速度，这就让本来平稳的局势起了不小的变化。中崎奈美的行为激化了矛盾，使得领风组开始拼了命地报复甲贺流，也打破了流派高层们的安稳生活。所以当时在电话里，这个副门主冈本良太才会恼火到如此程度。由于门主一直不太过问具体的管理事务，对于甲贺流的内部争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冈本良太等人越发嚣张。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今天如果中崎奈美不听话，就直接将之除掉。她并不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女孩，而是培养的众多工具之一。永田二郎看着胸口的鲜血，表情阴沉之极。中崎奈美，你做的好事，胆敢带人打伤本副门主，甲贺流的千年基业就要毁在你这个叛徒的手里。这一顶大帽子扣上来，要是换作中崎奈美以前的心态，早就当场委屈到崩溃了。可现在他却冷声说道：我对整个甲贺流忠心耿耿，而你们不断地往我的头上栽赃，是不是想要满足你们内心不可告人的目的？小商人现在也反应过来了，如果不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牵扯，这些门派高层怎么会如此急切？有些事情一旦想通了动机，那么所有的关窍便是一通百通了。现场虽然一片狼藉，但是两位副门主都没有立刻对苏无忌动手。对方刚刚的那一剑虽然是趁乱而出，可却是实打实的能伤到上忍。永田二郎的胸肌上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
上半身衣服已经快要被鲜血彻底染红了。他看了冈本良太一眼，两人的眼神都无比阴狠。己方这边2个上忍，而中崎奈美那边也是差不多的实力配置。但甲贺流的优势是，他们有几十个中忍和一大批下忍，而这些小忍者们大部分都和中崎奈美的关系不错。冈本良太坚信，中崎奈美绝对不舍得对这些师兄弟们痛下杀手。从这种心态来说，甲贺流就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了。此时，这一片花园里已经涌来了100大几10个忍者了。甲贺流在这座岛上的势力不算小，这些人还只是留守大本营的一批精锐，其他大部队还没有得到消息。中崎奈美看着这些普通忍者，眸光轻动，声音之中带上了一股以往很少出现的冷冽与无情。他说道：你们最好后退，不要逼我对你们出手。看到中崎奈美的态度，这些忍者们都明显犹豫了。而副门主冈本良太却厉声喊道：从现在起，中崎奈美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胆敢后退者死！苏无忌却一张手，7、8个偷拍设备被他直接丢到了草坪上。这是我在中崎奈美房间里找到的摄像头和窃听器，这种偷拍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苏无忌的目光从在场所有高层的脸上扫过，谁下令安装的设备，有没有种承认？没有人承认。而这个举动却让那些中人和下人们狠狠一怔，脸色旋即变得不善起来。其实在他们的心里，很多人都是爱慕着活泼漂亮的中崎师妹的，然而他们心中的女神却居然一直被门派高层偷拍着。苏无忌举起了自己的手机，高声说道：我让人入侵了你们的财务系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去年从米国转过来的经费里有1000万美金被转进了这位永田二郎副门主的私人账户，而转进冈本良太账户里的则是有2500万之巨。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而甲贺流的其他高层皆是分得300万到500万美金不等。苏无忌冷声说道：你们把中崎奈美拼死拼活搞来的经费，大部分都装进了私人的腰包，还要不要脸了？小上忍听了，面色白了一分。他完全没想到，这些所谓的高层竟然过分到如此程度。他们赚了那么多，还天天喊着经费短缺，让自己到处找钱。可恶！中崎奈美的眼睛里已是杀意涌动。20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这些所谓长辈的真面目，不是守护传承的忍者，而是盘踞在甲贺流残躯上的猎狗。混蛋，你胡说，你编造事实！一个门派高层涨红了脸，喊道：我们怎么可能拿那么多钱？苏无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银行的转账记录不会骗人，你们这么欺骗利用一个小姑娘，于心何忍？一群猪狗不如的混账东西！他活该。这高层明显被激怒了，失言之下竟是直接承认了。我们根本没想着回归东洋，这只是中崎奈美的一厢情愿，想要重现甲贺流的荣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个目标，不知道要花掉多少钱，这就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他的话音未落，一道刀光已经袭杀到了这名高层的面前。唰，刀光扫过，血光飙溅，这个高层的脑袋旋转着飞起来，鲜血就像是花洒一样喷洒而出，一刀断颈，身首异处。而挥出这一刀的竟是中崎奈美本人，他的眼睛里透着无穷的凛冽。而这时候，那些普通的中人和下人
也都呆住了。他们每天进行着严苛的训练，承受着严酷的管理，拿着只能填饱肚子的津贴，只为了实现回归东洋那个缥缈的愿望。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和中崎奈美一样赤诚，而此刻他们得知了真相，觉得自己被深深地出卖了。永田二郎怒吼道：中崎奈美，你竟然敢杀了财务部长甲贺暗卫，给我把这个叛徒拿下！然而那些实力达到中忍级别的精锐暗卫们并没有动，那些地位普通的下人们更是对这些门派高层怒目而视。你们全都该死！中崎奈美冷冷一喝，身形如同幻影，仿若瞬移一般，瞬间杀到了副门主永田二郎的面前。混蛋，反了你了！永田二郎没想到中崎奈美竟然会主动对自己出手，而且对方的速度居然比上次见面又有提升。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能迅速后退，躲避攻势。冈本良太见状，身形一动，本想趁机进攻中崎奈美的后背，可这时候他的身前已经多了一个手持紫色长剑的年轻人。不要去欺负中崎，我来对付你。苏无忌淡淡说着，紫色剑芒已经劈向了冈本良太。找死！冈本良太一声暴喝，挥刀迎上。他看似瘦削，力量却不小，直接硬扛紫色软剑。双方的兵器连续碰撞了7、8下，激起了无数火花。确切来说，这些火花都是从冈本良太的长刀上溅射出来的。如果能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每一次碰撞，这把长刀的刀刃上都会多出一个豁口来。我砍死你！冈本良太怒吼道。经过了双方的这几下碰撞，他觉得苏无忌的力量并不如自己，哪怕不靠任何刀法，全凭力量硬上，这个华夏青年应该也不是自己的对手。可是就在这时候，紫色长剑却陡然一弯，从至刚至坚的形态瞬间变成了绕指柔。唰！冈本良太避之不及，紫色剑芒划出了一道难以预测的诡异弧线，直接扎进了他的肩膀。一朵血花旋即飙溅而起，他吃痛不已，立刻飞退。可是紫色剑光却灵动之极，如影随形，紧追不放。无论冈本良太做出任何的抵挡动作，紫剑都能完美的绕过他的防御，命中他的身体。短短20几秒钟，这位副门主的身上已经多了近10处伤口了，衣服已经快被鲜血彻底染红了。甲贺流的其他忍者们都愣住了，他们完全没想到这个华夏年轻人的实力竟然强悍到了这种程度。而其他10几个高层见到实力最强的冈本副门主都要落败了，没有一人想着要去支援，反而纷纷拔腿逃跑了。安逸又享乐的生活早已磨灭了他们心中的所有战斗意志。苏无忌一抬手，不要让他们跑嘞！那些甲贺流的忍者们竟是毫不犹豫地听令，直接朝着这些高层们围堵而去。冈本良太被打得憋屈之极，此刻见到手下人造反，忍无可忍，大吼一声，高举长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劈向苏无忌。他这一下凝聚了毕生最强攻击力，光是抬起胳膊的动作都引起了剧烈的气爆声。不过他毕竟只是个初级上忍罢了，这一刀的威势就算是再强，也不可能要了对面青年的性命。这一刻，紫色长剑陡然绷直，和冈本良太的长刀狠狠劈在了一起。苏无忌选择了硬碰硬，吭！
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冈本良太的长刀直接被劈断了，紫色剑芒毫无阻碍地从他的胸口上扫过，冈本良太的胸腔被生生剖出了一个大口子，他的胸椎当场断开，肺部被切成2半，心脏直接被凌厉的剑锋震到爆碎。在苏无忌这至刚至强的一剑过后，副门主冈本良太已经无力回天。在双方的短暂交手中，身为上忍的冈本良太几乎每一秒都处于下风之中，从头到尾都是被完全压制，根本找不到半点反击的机会。这位所谓的上忍本来就只是初级而已。长居安逸的德弗兰西岛年纪渐长，养尊处优，早就疏于训练，都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生死相搏过了。苏无忌和他交手之后，便发现此人的实力下滑明显，现在已经不是中崎奈美的对手了。德弗兰西的温暖海浪早就泡烂了忍者的脊梁。在冈本良太胸口飙血倒地以后，混乱的现场陷入了一刹那的安静。毕竟在那些普通忍者的心中，上忍就是他们毕生不可逾越的高峰。而现在这所谓的高峰，在这个华夏年轻人的长剑之下轰然倒塌。另外一个副门主永田二郎本来正在与中崎奈美交战，此刻瞥到了此景，瞬间被狠狠震撼了一下。他知道冈本良太的实力是在他之上的，可是却败得如此干脆，死得如此之惨。而那个华夏青年在解决了冈本之后，肯定立刻转而对付他。自己本来就已经在中崎奈美的刀下受了伤，胳膊和腿都正在流血，如何能扛得住2名上忍级高手的全力围攻？永田一声大吼，长刀挥动，狠狠劈向了中崎奈美。然而这看似凶狠的一击却是佯攻。永田二郎的长刀结结实实地扫在中崎奈美的长刀上，给自己荡出了一片逃跑的空档。他的所有力量全部作用在了腿部和足底，整个人像是炮弹一样朝着远处骤然轰出。几乎只是眨几下眼的时间，他就出现在了100米开外。看样子中崎奈美的极致身法和这永田二郎有几分相似之处，两人应该是师出同门的。感觉到中崎奈美并没有追来，永田二郎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他不敢回头，也不敢减速，继续飞奔逃窜。然而这时候，在永田二郎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何 H。 这一声吓得这位上人脚下绊蒜，差点栽倒在地。跑什么跑，多没骨气，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苏无忌一边匹配着永田二郎的急速，一边居然还能悠哉地聊着天，这让永田二郎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惊恐。别跑了，白费力气，对于你这样的畜生来说，早死早脱生。苏无忌的话音未落，紫色的剑芒已经对着永田二郎当头落下。永田二郎勉强格挡2下，却根本找不到腾身而起的机会，只能不断地翻滚躲避。可是他根本躲不开，那紫色光芒简直像是鞭子一样，一下又一下，狠狠往他的身上抽去。此刻苏无忌好像也没特意用什么招式，就是瞎几把抽，这动作像极了痛打落水狗，每抽一下都能让永田二郎的身上溅起一片血肉来。抽了10几下过后，后者软绵绵地趴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俨然变成了一个缺胳膊少腿的血人了。然而苏无忌直接飞起一脚，永田二郎那血肉模糊的身体
被踢飞了几十米，随后像是烟花一样直接当空炸碎，仿若下了一场血肉之雨，一脚分尸，死得不能再死了。中崎奈美看着为自己出气的男人，眼睛亮晶晶的。如果不是他陪着一起前来，自己还不知道今天要受多少委屈。而逃跑的那10几个门派高层也都被其他忍者堵住，当场生生打死。苏无忌环视现场，直接说道：从现在起，如果有想要离开甲贺流的，我不拦着，并且发一笔遣散费。如果愿意留下来和中崎奈美共同为了返回东洋的目标而奋斗的，我举双手欢迎。我们不走。一名师兄率先喊道：我们不走，留下来共同复兴甲贺流。我们推举中崎师妹成为门主。一道道喊声已经接连响起。其实今天之所以能赢得那么干脆，苏无忌的武力镇压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他让埃米拉提前查出了甲贺流的资金流向，这才是压垮所有忍者战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底层忍者们当牛做马，一个个穷得叮当响，为了门派高层喊出的宏伟目标而辛苦拼杀，而那些用来复兴甲贺流的经费却全部被这些高层们装进腰包。那所谓的回归东洋大计，根本就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口号。当这证据摆出来之后，还有一名门派高层失言证明了其真实性，于是所有普通忍者们的人心便立刻被拉拢了过来。更何况中崎奈美的人缘本来就极好，这么多年的任劳任怨都被其他忍者看在眼里。苏无忌看了看中崎奈美，随后对众人说道：甲贺流的高层混乱至此，门主难辞其咎，尤其是放任冈本良太等人攻讦陷害中崎奈美，更是不可饶恕。此言一出，现场短暂沉默了一下。甲贺流的现任门主名叫丰臣孝介，据说早在20年前便已经步入了上忍行列，如今极有可能已经达到了巅峰上忍的水平了。他很少参与门派管理事务，据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米国，对2位副门主极为信任，尤其是冈本良太，几乎就是丰臣孝介的代言人了。不过虽然丰臣孝介露面的次数并不多，但威压很重，尤其是他的恐怖武力更是深入人心。所以苏无忌刚刚提起此人的时候，本来义愤填膺的忍者们好似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立刻陷入了沉默。如果这种超绝武力杀回来的话，在场的有几个人能在他的刀下侥幸活下来？就算是中崎奈美，必然也不是他的对手。苏无忌抬起了自己的手机，把屏幕在忍者们的眼前晃了晃，淡淡说道：我想你们应该仔细看一看，每年被冈本良太和永田二郎贪污的那些经费里，有超过50%比例的资金全部转进了丰臣孝介的私人账户。现场的沉默一瞬间被打破了，已经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了。而苏无忌接着说道：中崎奈美争取来的大部分经费都已经被撞进了私人腰包了，你们可以仔细回想一下，这里的所有高层是不是全都在吸着你们的血？此言一出，在场的忍者们控制不住地想起平日里那些高层们是怎么作威作福的。他们的生活极尽奢靡，对普通忍者非打即骂，甚至有些人会因为一点小错而招致杀身之祸。他们终于明白，为何训练场的木桩10年未换，为何阵亡抚恤金总在周转，为何那些高层的一件和服都能价值100万。海风卷起了冈本良太尸体的袖子，露出了那价值上千万的理查德·米勒腕表，格外嘲讽，格外刺眼。
苏无忌淡淡说道。一个把你们不当人看的贾鹤流，就算是真的称霸了东阳，又能如何？你们永远都被奴役着，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他加重了语气。这个门派的主力和基石不是那些高层，而是你们。如果你们愿意，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贾鹤流，让这个古老的忍者流派重获新生。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把这些普通忍者心中的战意和愿景重新勾勒出来。打破阶级，建立一个新的贾鹤流。一个中忍巅峰的暗卫已经喊了出来，其他人纷纷跟着一起振臂高呼。而中崎奈美听着这些话，望着身边的青年，眼睛亮晶晶的，清澈的泪水在眸子里打着转儿，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感动情绪在他的心里蔓延。苏无忌又提高了嗓门说道：诸位，已经转进了这些高层账户里的钱，他们就算是死了也得全部吐出来。这些钱会抽出 80%分给大家，以补偿你们这些年为了贾鹤流所付出的辛苦。现场已是一片欢呼，就算是为了理想，也不能一直饿着肚子。苏无忌的这个举措才是实实在在的收买人心。苏无忌打了个电话，兰米拉开始操作吧。几秒钟后，现场便响起了一大片资金到账的提示声音。于是贾鹤流的所有忍者们便发现自己的账户里突然进账了一大笔钱，最少的人也有5万美金。这对于几乎没有存款的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笔天降横财了。欢呼声再度响起，冲破云霄。那个风尘孝戒交给我。苏无忌轻轻拍了拍中崎奈美的肩膀，说道：也交给我。中崎奈美顿了顿，握住了他的手，轻声道：我们一起。既然已经走上了反抗之路，那么他便再也没有半点犹豫之心。苏无忌高声喊道：效忠新的贾鹤流，效忠中崎奈美门主。在场的忍者们纷纷单膝跪地，声音震天。效忠贾鹤流，效忠中崎门主。这喊声就是新时代的投名状。听着这些誓死追随的声音，中崎奈美的眼神一如既往的清澈和坚定。新任门主用只有身边青年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无忌他们效忠我，我效忠你。这一片院子里有着一幢大型别墅，而顶层就是风尘孝戒的房间，也是所谓的门主办公室。而此时苏无忌和中崎奈美已经进入了这个象征着贾鹤流至高权力的房间里。房间里铺满了榻榻米，中间有着一张面积巨大的着服台，台面上整齐地摆着笔墨纸砚，但似乎已经很久没人动过了。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上面用东洋文字写着：暗夜千星落，独留星月照寒江。中崎奈美凝望着那一幅字，轻声说道：据说这是贾鹤流初代门主亲笔写下的牌句，贾鹤流的所有忍者都知道这句话，但是大家都猜不透初代门主写下这牌句时的真实心境是什么。苏无忌轻轻拍了拍小上忍的肩膀，说道：多应景啊，对于贾鹤流而言，今天就是千星落下，独留你这一弯新月。真的吗？中崎奈美问道。苏无忌随口扯淡道：或许那个初代门主跟你一样，在造反成功之后，胸中豪气顿生，提笔写下了这句话。中崎奈美轻轻地念了一遍墙上的牌句，随后陷入了沉思之中，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有所明悟。而这个时候，苏无忌已经拿出了那扫描监控探头的设备，把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还好
这里并没有任何窃听偷拍的装置。在那幅字的面前沉默了10几分钟，中崎奈美才摇了摇头，说道：我其实真的有点不适应这角色的转变，感觉自己不那么擅长管理门派。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苏无忌说道：复兴甲贺流，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那个唯一的领导者。这些年来，中崎奈美在外面一人分饰3角，辛苦操劳，从无半点怨言，一直做着甲贺流复兴的梦。单单从这一份无比纯粹的心性上来说，他就是最合适的那个人，没有之一。停顿了一下，苏无忌双手扶着小上人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你不需要当一个好的管理者，你需要成为的是星甲贺流的精神象征。精神象征。中崎奈美感受到了清晰的压力，他轻轻咬了咬嘴唇。你会一直帮我吗？苏无忌咧嘴一笑，开玩笑道：那得看你愿意付出多大的成绩了。中崎奈美看着苏无忌的眼睛，挺了挺胸，红唇轻启，声音之中竟是透出了一股如梦似幻的感觉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听了这话，苏无忌本能地看了一眼对方那颇具规模的胸口，随后立刻挪开目光，伸出手来捏了一下小上人的雪白下巴。那你可得给我留着，不要便宜了别的男人。中崎奈美展颜一笑，重重点头。苏无忌心中还装着其他的事儿，没想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然现在就能把这漂亮性感的小上人按倒在那张巨大的着服台上。当然，他除了按一按，好像也干不成其他的事情。看了看时间，苏无忌说道：我要去这座岛上走一走。中崎奈美一下子抓住了苏无忌的手。我对这里熟悉，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你陪，你的任务艰巨着呢。苏无忌笑着说道：门派的高层几乎已经被一扫而空，接下来你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组建出一个可信任的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其实还在，中崎奈美说道，因为今天死掉的这些所谓高层只是甲贺流内部的贵族罢了，那些具体的管理工作都是由他们的副手来操作的。苏无忌说道：这些副手不是那些高层的心腹？不是。中崎奈美非常确定地说道：他们都是和我从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都是愿意为了复兴甲贺流而付出生命的理想主义者。苏无忌这时候选择相信小上人，因为他忽然觉得在今天的这一场杀戮过后，后者似乎成熟了许多，就像是一夜长大。他揉了一下对方的脑袋，说道：那就好，加油，我的漂亮门主。中崎奈美的眼睛亮晶晶的。我是你的吗？苏无忌咳嗽了一声。你说呢？中崎奈美的俏脸之上涌出了一片动人的红晕，她的眼帘微垂，声音明显轻了下去。以现在咱们俩的关系，要是再往前推100年，我得喊你一声主人。主人。听了这句话，苏无忌的身体一下子燥热了许多。这称呼还挺刺激。苏无忌反应了过来，连忙说道：不过咱们都是新时代的正能量好青年，可不能这样喊。中崎奈美往前跨了一步，眼眸中透着些许的羞意，声音轻轻：可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我这么喊的。没有，别闹，我不是这样的人。苏无忌说道。中崎奈美：主人。苏无忌：可以。他随后拍了自己的嘴巴一下：这答应的怎么就这么顺口呢？那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就喊你主人，好不好？中崎奈美抱着苏无忌的胳膊说道：不，我们得讲究人人平等。苏无忌连忙拒绝：
可是这拒绝了之后，怎么还觉得有点可惜呢？一想到未来可能站在东洋武道界巅峰的贾鹤流门主，背地里居然乖巧甜美地喊自己主人，苏无忌竟是觉得浑身燥热。小上人的声音娇娇：“主人，主人，主人！”哎呦，哎呀！苏无忌连忙答应，简直通体舒泰。他有些纳闷，我现在怎么会觉得那么爽？按理说，我不是变态啊。贾鹤流的乱象初定，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苏无忌并没有让钟琪奈美带着自己逛一逛德芙兰西岛，而是独自离开了。戴着草帽，穿着花衬衫，骑着一台租来的破摩托车，他这打扮就像是很多观光客一样，着实不起眼。根据特工老邓提供的情报，沙溢佣兵团的总部就在德芙兰西，想要找到晚星父亲的坠机之谜，就必须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总部所在。苏无忌驶到了一片广场前，把车子停下，买了个椰子，坐在遮阳伞下，一边吸溜着，一边对着通讯器说道：“是否抵达汇报情况？”“报告队长，1号抵达。”1号就是之前的刺头李小飞。2号抵达。3号抵达。16抵达。16名烈焰大队的成员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抵达了德芙兰西岛。他们虽然是特种部队，看起来好像从来不会从事特工的工作，可对于烈焰大队而言，化妆侦查是最基础的基本功了。苏无忌说道：“按照事先部署，在划定的重点区域机动侦查，有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想了想自己在米国机场的那些遭遇，又想着歌哲给自己的那张纸条，苏无忌补充了一句：“重点关注一下东方面孔。”他所在的这一片广场是曾经的总督府所在地，那位在30年前掀起内乱的斯密安族族长克林姆就居住在广场前方的那幢宏伟又破旧的建筑里。如今岛国政府的办公地点已经不在这儿了，总督府已经成了游客的观光地。苏无忌喝完了椰子，买了一张票，准备进去逛一逛。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响起：“朋友们，只要10美金，带你们去太阳神阿波罗和死亡之神的大战遗址看一看。”一群游客们显然对黑暗世界的历史有过一些了解，听了之后都很想去看一看，纷纷交钱上车。苏无忌对那破交战地不感兴趣，继续走进了总督府。这里在内乱之后简单修缮过，但并未继续使用。其实倒也没有太多好看的，每个房间的牌子上写的无非是克林姆起居室、总督办公室、克林姆女儿的闺房、克林姆小儿子的书房之类的。苏无忌溜达了一圈，兴味索然，觉得这些故居还没有那些穿着清凉的女游客们好看。报告，李小飞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大队长，贝克街戒严了。”贝克街是游客最多的街道，在这里可以买到德芙兰西当地的各种首饰和特产。曾经在30年前的内乱里，这条街的游客也被本地斯密安族的叛军们血洗过，只是时间已经冲刷了所有的痕迹。尤其是后来的德芙兰西政府，为了重新振兴本地的旅游业，花了大价钱在全世界进行公关，把大部分与内战有关的新闻报道全部撤掉了。为什么戒严啊？苏无忌问道。街头的民宿里死了3个米国人。李小飞说道。我看到了尸体，全部是被一刀割喉。这时候通讯频道里响起了2号的声音：“队长，诺瓦莱岛全岛戒严，
目前原因未知。诺瓦莱岛是的弗兰西群岛里的第2大岛了。不过，和主岛的旅游胜地所不同的是，这30年来，当地政府把所有的工业全部集中在了这座岛上。由于夸张的避税政策，这里已经渐渐取代了开曼群岛，成为了很多跨国公司境外注册地的首选了。而近些年来，诺瓦莱岛一直没有停下填海造陆的脚步，投入巨大。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年，德弗兰西的主岛面积就要被超过了。紧接着2号说道：找到原因了，2名米国籍工程师，1名以色列造船专家死在了诺瓦莱岛的造船厂。5号声音响起：队长，入境登记处也封锁了，这里的1名米国籍的女性主管死在了办公室里，被人从后面一刀割喉。8号的声音响起：队长几台运兵车驶进了棕榈广场，正在拉警戒线，据说要将广场全面封锁，因为贝克街的凶手逃到了这边。苏无忌的眼神一凛，因为他所在的这个总督故居就是位于棕榈广场，